用力，用力呀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守妇道的东西，背着我跑去跟野男人苟合，还怀了野种，让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，真是晦气！生了。是个男孩，那又怎样？掐死人外头！我的孩子呢？你把他怎么样？还能怎样？当然扔了，一个杂种，在这个饿死人不偿命的世道，难不成还留着养着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这样对他？天天做这种下等人的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早晚有一天我要成为人上人，再也不做这种脏活累活。哼！公子，公子醒醒！好热。帮我，我会给你我的一切。将军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将军，您没事就好。将军，敌军突袭，前方战事吃紧，还请将军回营中主持大局。知道了，去，等战事平定之后，用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找到拿着另一半玉佩的女人。是。疼死了，劲儿那么大，就个一个馒头，睡得真亏。这个玉佩看着能换不少钱，这个婴儿看着细皮嫩肉的，一定也能卖不少。哼！本将乃镇北大将军下属副将，现命你召集村内所有未婚女子，不得有误。哎呦，我女儿真有本事，出趟门竟然捡回来这么值钱的宝贝儿！哎呦，赶紧给孩子弄点吃的，要是饿死了，可就不好卖钱了。好，这就去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吵死！所有人都出来！镇北大将军的人来了。大人，所有人都在这儿了。军营里的人来咱们这儿做什么？
听说有士兵违反军规，跟营外女子私会，要抓住那个女子，跟士兵一同进猪笼。大家都听好了，现在呢，都挽起袖子，抬起右手。如果谁没有手攻杀，谁就是今天将军要找的女人。你为什么不把袖子拉起来？哎，大人，他没有手攻杀。数月前，大将军路过宁远村，丢了一样东西，你可曾捡到？可是，此物正是。恭喜大人。行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都回吧啊！既然这玉坠是镇北大将军的，那屋里的孩子难道就是？大人，请与我到屋内详谈。这难道是小世子？正是。太好了，大将军有后了！末将参见将军夫人，夫人千岁。这是我们大将军对岳母的心意，待夫人回到大将军身边，还有重谢。好，夫人，请。哎呦，我们家婉英啊，就是有本事，能被大将军看上，飞上枝头变凤凰喽！什么？你们家婉英被大将军瞧上了？当然了，我们婉英不像你家残花败柳，还怀着个野种回家。我们婉英带回家的可都是金疙瘩。凭什么他的女儿是大将军夫人，而我只能带个赔钱货？他破了身子也没什么用，倒不如卖了换一笔口粮。哎呀，军爷，哎呀，你们军帐中缺不缺那种让军爷们都乐呵乐呵的女人？什么？你有？有。那太好了。军爷说大将军营帐里缺个做饭的，你收拾下跟着去，我可不会伺候你坐月子。在家也是被他虐待，还不如去军营里自力更生。好，我去。大将军真是归心似箭啊！当然，这孩子不仅是大将军唯一的儿子，更是我朝太子啊！我隐瞒皇帝身份，不为其他，只是为了与将士们同甘共苦。这海棠花最衬他，想来他定会喜欢。他为我生了儿子，这次回去，我定要封他为后。你在这里等着。大将军对夫人可真好，那些绫罗绸缎可都是御赐之物，都送给夫人当衣裳。何止啊！这夜明珠世上可只有一颗，也都送给夫人当首饰了。大将军对夫人可真好啊！大将军到！
将军，这就是我的孩子。是啊，小世子天庭饱满，眉清目秀，乖得很。这小世子跟将军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哎，夫人呢？夫人身子辛苦，我一定要竭尽所能的补偿她。夫人在沐浴梳洗，随后就来见将军。这是怎么了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世子一直不肯喝奶，就连夫人的奶他也不肯喝。这样下去，小世子就该活活的饿死了。什么？传我令，召集所有乳娘，谁能够让小世子喝奶，本将军必有重赏。是。哎呀，这是哪儿？不是叫我来煮饭的吗？烧什么饭？你能把你卖给我们当军妓了？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他骗你们的，我不会当军妓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伺候好我们兄弟几个，好处啊少不了你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啊！大将军有令，即刻召集所有城内外生育过的女子，为小世子寻找乳娘。我刚生完孩子，我可以给小世子喂奶。搓。身为乳娘，应玉峰圆润，丰满硕大，其身应如玉指暗香。太小了，不合格。不行，不合格。过于干瘪，不合格。老奴从未见过如此丰腴之人，奶水充沛多汁，必定能让小世子喝足奶。你们都退下吧，你跟我进去。为什么我对这孩子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快喂，小世子已经1天1夜没喝奶了。真的喝了。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，大概也是这么大了吧。以后你就是小世子的乳娘了，你在这等着，大将军马上就过来。
我会给你我的一切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莫非他是这营中的士兵？你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漂亮。你不会一直在找我吧？我还以为那晚之后你就把我给忘了。我怎么舍得把你给忘了？只是暂时吃紧，我实在腾不开时间。现如今军中安定，我便马不停蹄再来寻你了。等等，这营中戒备森严，你是如何闯进来的？当然是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的，谁敢拦我？你疯了！这里可是中军大营，擅闯者死。你一个小小的士兵，可不能为了寻我，连命都不要了。那又如何？不仅是军中大营，就算是皇宫大院，我也来去自如，因为我就是这是什么声音？是紧急集合的信号。什么？这支簪子你拿着，等仪式结束之后，我便过来接你。哎，你这人！夫人，将军回来了，现下正在营中。快，我要去迎接大将军！大将军马上回来。怎么是你？刘婉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放肆！夫人的名讳，岂是你这种下等人能直呼的？看清楚了，你眼前这位可是大将军的夫人啊！夫人，这是营帐里新来的乳娘，乡野村妇，没什么规矩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刘婉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成大将军夫人了？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质疑本夫人？夫人为将军诞下小世子，功不可没。你这大胆贱婢，敢对夫人不敬！怀孕生子，刘婉英，你我本为同乡，原本一起为将士们换洗衣物。你怀孕生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怎么会做给人洗衣服这种下贱的事？你这个贱婢，脑子是不是烧糊涂了？来人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我不是将军夫人，难道你是？好好教教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体统。夫人教你规矩，还不快跪谢夫人！刘婉英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以前可是同乡啊！我们以前是同乡，可如今我是镇北大将军夫人，这军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而你只是个卑贱的奴婢，你我之间是云泥之别，少来攀扯关系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刘婉英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是啊，你能拿我怎样？我是大将军夫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惩罚你这个小小的贱婢，如同碾死只蚂蚁般简单，明白吗？没错，整个军中皆以夫人为尊，夫人罚你是赏，杀你也是赏，以下犯上，掌嘴3下，已经是夫人宽宏大量了。
是将军的东西吗？你说什么？将军，将军，方才你们说到哪儿了？将军这是失去了夫人，半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将军和夫人如此恩爱，要我看用不了几日，我们又能多一个小世子。将军，不如将会议延迟，您现在就去接夫人。不了，议事还有1炷香就结束了，我答应过他。会议结束之后，便去寻他。你说什么？奴婢绝对没看错，这肯定是将军的东西。说，这簪子你哪来的？你还给我，你话呢？回答我！军营中死将兽兽是要被浸猪笼的，我不能说出它来。这是我捡来的。何时何地？从何处捡？我回答不出来。我看是你偷的。这就是你找的好舞娘。夫人息怒，我不知道这女人手脚这么不干净。你这不要脸的女人，大将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？夫人，这女人品行如此不端，我看她肯定不止偷了这一个簪子这么简单。说的有理，还偷了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拿了军营中1分钱，我愿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有会信你的鬼话吗？云庄云秀，给我把她的衣服扒了，本夫人要亲自瞧瞧。不要，不要！回夫人，她身上没发现其他的东西。婉英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相识10几年的同乡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谁说你是旧相识？竟敢直呼本夫人的大名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夫人，这蹄子会不会想偷些东西打扮自己，好勾引大将军？她毕竟是小世子的奶娘，以后难免会跟大将军有所接触。奴婢也觉得她是觊觎夫人您的地位，咱们不得不防呀。搞你个恬不知耻的贱人！竟敢想勾引大将军，把他给我拖到云帐外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贱样！不要！各位将士，来瞧瞧，咱们军中也是进了不干净的女人。把他给我摁住！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，那我就在你身上落个奴，让这军中所有的将士都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夫人请。不要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不要！本夫人今日便告诉你，就你这贱样，这辈子顶多在军中当个军妓。立刻通知夫君，现在就要去见他。时辰到了，我们一起去迎接夫人。禀将军，夫人发了传信过来，此刻已经到帐外。
发生何事了？这个女人手脚不干净，偷窃大将军贴身之物，还企图勾引大将军，罪无可恕。你们都给我瞧好了，今天我就拿她做个例子，以后谁要是敢得罪本夫人，这是她的下场。刘婉英在营中滥用私刑，是违反军规的。我是将军夫人，我的意思就是将军的意思。怎么，将军不听我的，难道听你的吗？就是，你该不会以为偷了将军的东西就真成了将军夫人了吧？大胆贱婢，偷东西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敢觊觎将军夫人的位置，见着！现在就带你去见大将军，让将军狠狠地咂落你。来人，备马！刘婉英，你要干什么？军中有令，不得滥杀无辜，你这是在杀人！我是将军夫人，杀了你又如何呀？即使将军知道，也只会赏我。驾！刘婉英，你不得好死！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你个贱婢！你就算诅咒我，也改变不了你一辈子贱籍的命。如此亡民，注定被我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将军，妾身前来求见。夫人，一会儿见到了将军，定要将你这个妄想冒充将军夫人的贱货凌迟处死。将军，妾身刘婉英见过将军。你是？将军，妾身是您接回来的夫人刘婉英啊，您忘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这位是属下按照您的要求从宁远村带回来的夫人，她手中持有您的贴身玉佩，还抱着小世子，想必不会出错的。难道本家认错人了？这声音是他。你想做什么？将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休想在将军面前胡说八道，闭紧你的嘴，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将军，妾身正要同您说呢。这是军营里新来的乳娘，但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下犯上，不把妾身放在眼里，还手脚不干净，偷取军营里的东西，您可要好好惩罚她。是啊，将军，如此品行不端之人留在军中，怕是会影响将士们对您的信心呢。请将军从重处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倘若她才是朕一直要找的女子，那之前见到的人
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偷了什么东西？将军，正是此物。放开他！将军，这贱婢的容貌恐误了您的眼睛。你是在教本将军做事？奴婢不敢。正好让将军好好瞧瞧他那不堪的模样，断了他的心思。你抬起头来。他居然就是镇北大将军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嗓子怎么说不出话了？将军，不是他。说，你偷了营中的什么东西？你不会说话？怎么可能？他方才还能说话的，定是他想装聋作哑，博以同情。将军，您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是啊，将军，夫人带他来的这一路上，他是能出声的，怎么见了将军您就成了哑巴了？定是这贱蹄子在耍手段。真的？将军，您若是不信，大可问问这军营里的将士们，这一路上他们是不是听到过他说话？林将军，此女子并非哑巴，居然敢在本将军面前装聋作哑！说，你来此究竟是何目的？不是的，我真的是突然失声，你信我。骤然失声，并非窃贼。你如何证明你是真的失声，而非装哑？我自会证明。哼，我倒要看你如何证明。他这要做什么？难不成是要以手握炭？这炭火滚烫，寻常人用手指轻轻一碰，也会痛得死去活来的。他要是用手握炭，剧痛之下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，就确实证明他已失声。不过是一味的装可怜博同情，以为这样就能糊弄将军了，真是可笑。好，本将军姑且信你失声。告诉我，这个簪子从何而来？你亲手所赠。什么？那晚的人是我。真的是你？那晚是我。什么？难不成阮唐眠就是大将军一直要找的女人？阮唐眠居然是大将军夫人！将军，您不要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他就是个军妓，满口谎言，万不能信呀！军妓？不，我不是。是啊，将军，军妓的话怎可相信？将军，不瞒您说，他叫阮唐眠，我们是同乡，我跟他自幼是一起长大的邻居，只是他在我们村里是出了名的不检点，如今他见我得了您的青睐，便想东施效颦，勾引您。是啊，将军，这贱婢偷了您的簪子，她就是为了打扮自己，好勾引将军您。住
住手！一切尚未分明，怎能滥用私刑？是，将军说的是。我还没问过你，你胸前是否有海棠花纹？什么海棠花纹？你没有？有，妾身自然是有的。将军，您说这话是在怀疑妾身吗？非也，只是此事疑点甚多，若要符咒，唯有当众验身，否则众将士们难以心服口服。将军，我到底是您的妻子，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宽衣解带？你这是要将妾身置于何地？将军莫要听信谗言，误会了夫人啊！将军，不如让嬷嬷带夫人去营帐验明正身，一来能让将士信服，二来不会影响夫人名声。住嘴！狗奴才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竟敢对我和将军的事情指指点点！夫人误会了，属下只是为了夫人名誉着想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我乃镇北大将军夫人，你不过一个区区世子，我用得着你来为本夫人着想，简直可笑！张副将随本将出身入此多年，并非寻常事情。况且他所言所行皆为你着想，你何须对他恶语相向？将军，我是您的妻子，更是小世子的亲生母亲，怎能因为一个军妓的一面之词，便对我这般折辱？早知来此时这般境遇，我倒不如跟着孩子一死了之。我倒不如跟着孩子一死了之。不要啊，夫人！将军，夫人对您情深意切，若只因一人之言而要夫人验身，恐怕会伤了夫人的心呢。将军，先前从宁远村接夫人时，她手臂上确实没有手工纱，而且她手中只有您的贴身玉佩，所有兄弟亲眼所见，小世子也是刚刚出生，这些都是千真万确，抵赖不得呀。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刘婉英就想着攀龙附凤了。是啊，将军，即使你不认臣妾，也该认得这个玉佩吧？此玉佩本就是一枚，当晚本将重伤，被人所救，也因此遗失了其中一块。如此看来，你就是那晚人。将军肯信臣妾就好。这不是我当时放在孩子身边的玉佩吗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难道我的孩子也在刘婉英手里？小世子就是我的孩子。这玉佩是我的，簪子是你的，玉佩还是你的，服侍将军的也是你，你怎么不说小世子也是你生的？简直一派胡言！哼！我老婆子活了这么久，就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怎么不说整个大夏都是你的？哼！空口无凭，居然异想天开，要污蔑夫人。我看他是想当将军夫人想疯了。将军，玉佩是我，世子也是我10月怀胎所生的，那晚的人是我，这桩桩件件都有人见证，你为何又是不近妾身呢？本将并非此意。那就请将军赐此软糖棉。请将军赐此软糖棉。若刘婉英胸前有海棠花，我即刻就死，绝不挣扎。将军，夫人如果无法自证，恐怕难以服众。既如此，那便验。
将军，妾身说了这么多，您还是不信妾身，我就这般让您生疑吗？婉音，若不一夜，如何还你清白？你若执意不验，那便是心中有鬼，在对本将军撒谎。我没有，妾身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所有将士转过身去。是。若是在此期间擅自转身，斩立决。将军，你下定决心要验吗？你我若本就是夫妻，这也是迟早的事，不是吗？你在此脱去外衣，若是真有海棠花纹，本将便信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这军营之中唯一的镇北将军夫人。将军，妾身身上有道疤痕，还未痊愈，您见了，是否嫌弃？自然不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海棠花纹？这不可能！幸好当初小阮唐年身上的海棠花纹好看，自己也模仿了一个，现在竟然真的派上大用场。将军，这个贱人从小就嫉妒妾身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妾身有什么，他便要模仿什么，还要强行抢去。就连妾身身上的海棠花纹，他也要模仿去混淆视听。女将军的内衣定是被他瞧见了，他得知了您的身份，便异想天开，向李代讨教。原来如此。夫人，是我误会了，你莫要怪我。没有，你我本是夫妻，何来奸细？没错，将军与夫人琴瑟和鸣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要怪就怪这个贱婢挑拨离间，无事生非。不错，这等居心叵测之人，若是留在军中，定会搅得大营上下鸡犬不宁。将军，您可一定要为夫人好好出了这口恶气呀！不是的，他在骗人，这花纹是他模仿我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阮唐眠，你就算是将军夫人又怎样，还不是跟条狗一样被我踹倒在地？你的一切已经都是我的了。来人，将这冒名顶替的窃贼拖下去，斩立决！将这冒名顶替的窃贼拖下去，斩立决！到这个时候了，竟还不死心！将军，这贱婢先前在营帐中就三番几次的质疑夫人的身份，言语侮辱夫人，一言一行都说夫人配不上您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将军，阮唐眠说的也对，毕竟我出身微贱，只是个乡野村妇，渺小微薄，哪能与如此高贵的将军所匹配呢？胡说！什么身份高低，那些只不过是身外之物。夫人在本将眼中，胜过世间万千女子，唯有你才是本将认定的夫人。本将说你配得上，你就配得上。将军，这贱婢目中无人，对你不敬，便全权交由你来处置。顺便让军营上下看清楚，
你才是我断策的唯一之妻。是。来人，这个不知尊卑贵贱的贱婢，拿下！本夫人要将他辱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本夫人要将他辱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没想到夫人会有如此雷霆手段，五马分尸，光行军这么多年也未曾用过。是啊，我军只会对叛徒才会动用如此极刑。夫人的性情似乎与之前将军口中的印象不太相符。谨言慎行。将军，您意下如何？你高兴就好。段策，你可知眼前人非彼时人，我才是那个救你、为你生子的人。你可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诡计？段策，若有朝一日你得知真相，可会后悔？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，等你到了地下，我会给你多烧点纸钱的。小世子出什么事了？不知怎么的，小世子啼哭不止，面色青紫，像是要喘不过气了。这……好了好了。小世子哭了这么久，定然是又饿又喘不上气来。小世子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？已经有一会儿了。你是怎么照顾小世子的？奴婢知错，奴婢无能，之前都是乳娘带的，所以奴婢不知道啊。乳娘人呢？将军，小世子只喝软糖绵的奶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人给放了，给小世子喂奶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啊！小世子居然不哭了！小世子居然不哭了！将军，看来小世子十分依赖于他，这个女子目前杀不得。那便姑且留下你的性命，好好照顾小世子，以此谢罪。你的命是因为小世子才留下的，从今以后恪守本分，勿要再想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这样或许本将军还能饶你不死。
听明白了没有？总有一天，我会把真相告诉你。把他给我拖到银帐里。是。见过夫人。去给他瞧瞧，伤势如何了？是。回禀夫人，他面容受到重创，嗓子也因吞咽过多泥沙而被划伤，恐怕短时间内是好不了了。是一时好，还是一辈子都好不了啊？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还是一辈子都好不了啊？下官才疏学浅，若是能够及时治疗，或许还是能够治愈的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恨我吗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们都退去。是。想必你很想听见我承认真相。是，我承认，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，都是从你手里抢来的，包括你的儿子，你的夫君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我还不至于到谋害世子的程度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众所周知，大将军乃绝嗣之体，这个孩子恐怕是他此生唯一的子嗣，我是不会拿他怎样的。真的？只要你一直保持这种又哑又丑的模样，不跟任何人说出真相，我保证你的儿子一定能够平安长大。传本夫人令，从今往后，阮庞女就是整个军营里最的奴婢，人人得以其职。将军，今天晚从妾身来侍奉您。好。当初与你初见，你也匆匆，说起来，怎么都是我对不住你。与将军的那一夜，温柔缱绻，妾身至今难忘。温柔缱绻，我被下的药性凶猛，怎么会温柔？将军，奇怪，这味道怎么感觉有些不对？将军，我们……我突然想起，
还有军中药物需要处理，你先歇息吧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怎么，你现在进，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滚出去！将军，本将命你再去宁远村问个明白。将军，您是怀疑夫人的身份？是，速去速回。遵命。所幸先前带了些治病的草药，还差几天我的脸便能痊愈。等能说话了，我一定要亲口跟将军解释，揭穿刘婉英的谎言。别跑！别怕，小有我，谁让你爽呢？来吧！你还敢还手？夫人都说了，你是这营中最下等的贱婢，我拿你当军妓，是抬举你了，却还不知好歹。与其被这种人凌辱，倒不如一死了之。大将军，身为镇北军将士，竟干出凌辱妇女这等无耻勾当，你可知罪？将军恕罪。是这个贱婢故意勾引属下，属下才会淫乱了分寸。是这样吗？将军明鉴，她是这营中最下等的贱婢，属下就是再饥不择食，也不会选择她。她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。阮唐眠，你不会说话，连写字也不会了。将军，他心虚了，不敢解释。是他淫荡不堪，耐不住寂寞，故意勾引属下，属下是无辜的呀，将军。荒谬至极！将军，方才本将军目睹一切，已经颠倒黑白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，重打100军棍。将军，属下知道错了，将军。将军。为何不解释？为何不解释？解释？我现在解释有用吗？我之前解释过那么多次，你又有几次是信我的？是非只在人心，解释只是徒劳。照你这么说，之前种种还是本将军冤枉你了。别以为本将军看不出你这以退为进的手段。拿着，你别多想，本将军只是看你衣衫褴褛，有碍观瞻罢了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本将军让你拿着，你便拿着。你现在是小世子的乳娘，得好好保重身体，不然如何照顾好小世子？段策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亲口告诉你真相。夫人，大事不妙啊！方才在营帐外，
你说什么？将军竟然把自己的万一给了阮唐眠？何止啊！老奴亲眼所见，那阮唐眠在将军面前装的那个叫无辜柔弱呀，对将军秋波暗送，把将军勾引的心都软了。阮唐眠这个贱人，我就不该留他这条贱命！你过来，我要你去办件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阮唐眠，我要以死无葬身之地。夫人，若是您真对阮唐明下手的话，小世子若是闹起来，又该怎么办？那就找一个新的乳娘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普天之下就他阮唐眠一个乳娘。太好了，我很快就要恢复了。我来瞧瞧小世子。你这乳娘怎么当的？连个小世子都哄不好。哎呦，好烫！小世子是不是发烧了？夫人，夫人，您快来呀！怎么了？夫人，小世子高烧不退，您快让大夫来瞧瞧。什么？你快瞧瞧，孩子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夫人，此香囊中含有穿心莲，极易对襁褓中的幼儿引起高热不退啊！什么？阮唐眠，这是什么？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好你个贱婢，是不是你故意将香囊放到小世子身边，妄想谋害小世子？你这贱人！夫人好心留你一条贱命，你居然还不安分！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他的脸没有恢复的可能？属下才疏学浅，实在是不知啊。不必为难大夫，是我自己治好。你能说话了？是，刘婉莹，既然你说我毒害小世子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大将军，亲自把话说清楚。放肆！竟敢同本夫人拉拉扯扯！来人，给我压住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！你们敢！你们都被刘婉莹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将军夫人，她就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！贱人，竟然敢污蔑本夫人，连将军都承认了我的身份，你竟然还敢质疑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真是狗嘴里吐出象牙来！将军，可在宁远村查到了什么？回禀将军，属下去宁远村查过，对于刘婉莹怀孕产子一事，村民毫不知情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难道真的不是她？那在宁远村可还有其他女子怀孕生子？当天怀孕产子的女子只有一个，叫阮唐眠。你说什么？阮唐眠？村里的产婆亲口所说，做不得假。而且生完孩子当天，产婆便以未婚产子乃是不祥之兆的名义，把孩子扔了。那岂不是？走，去夫人的营帐。走，去夫人的营帐。嬷嬷，给我打烂他的嘴！是。你敢还手？放开我！我要去见将军！见将军？你做梦！
你药箱里应该有别药。夫人，你是要……你应该知道本夫人在营中的地位，赐此一个妄想谋害世子的贱婢，应该名正言顺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原来小世子发烧都是你设的局，就是为了害我。现在才明白，还不算太晚，也算让你死得明白。小辈子，你都见不到将军。住手！将军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禀将军，阮唐眠意图谋害小世子，证据确凿，夫人正在处置他。谋害小世子？将军，但凡我来的再晚些，咱们的孩子就要被暗害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方才小世子啼哭不止，高烧不退，经属下查验，才知道是襁褓中的香囊所致。这香囊一股异味，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正是，此香囊含有一种穿心莲，极易引起襁褓中的幼儿高烧、皮肤起疹等症状。将军，定是阮唐眠记恨妾身对他的责罚，所以他伺机报复我们的孩子。求将军为妾身，为我们唯一的孩子做主啊！将军，我没有，将军，我都还不识字，我怎么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？你会说话？你的脸，将军，先前在营帐中，你亲手把簪子给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方才说你的亲生儿子，是何意思？小世子是我生的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他就是个冒名顶替、招摇撞骗的骗子！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对将军的心日月可见，何来欺骗？将军，孩子是我10月怀胎生的，你要记我呀，将军！10月怀胎，你连换洗衣物都嫌脏嫌臭，又怎么会不辞辛苦，甘愿背负骂名，去生下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依照将军所言，他那晚并未表露身份，照你的性子，你又怎么会留下这个孩子？说出去也不怕被人耻笑？你竟敢欺负我！竟敢拦我！你说这个孩子是你生的，你怎么证明？就凭我敢滴血认亲，你敢吗？将军，我愿意与小世子滴血认亲。若孩子不是我所生，我愿意自裁谢罪。你敢吗？可笑！我堂堂将军夫人，为何要听你一个贱婢的话？你说滴血验亲就滴血验亲。怎么害怕了？闭嘴！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将军，您不会信他的，对不对？既然他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滴血认亲也未尝不可。将军，这话的意思是不信妾身了吗？将军，夫人对您的心日月可见呐，您何必相信一个乳娘所说的话？孩子，早知道我们来此是这般境遇，倒不如当时在村里自生自灭，不来这一遭了。夫人，不要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您何必如此呢？与其再次被几次三番的疑心，倒不如一死了之，也省得被人折辱。都是因为你个挑拨离间的贱婢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在本将军面前还敢动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只是一时看不下去，奴婢敢死，求将军恕罪。将军，连云秀都肯信我，为何您就不信呢？这个女人几次三番的挑拨我们的关系，您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将军，究竟是谁挑拨离间，又是谁在撒谎？我们一眼便知，你又何须阻拦？你若是不肯滴血认亲，那便让阮唐绵来，也碍不着你什么事儿。将军，你若是执意不肯，那便是心虚，欺上瞒下，可是要处以极刑的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何令，将世子抱过来。来人，备水碗。是。将军请看。刘婉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对不起，我竟受人蒙蔽，对你恶语相向，还差点让你丢了性命。将军，你之前所为只是被有心之人利用罢了，并非你的本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无需自责。我因蒙昧而害你历经波折，你却如此善解人意、宽宏善良。本将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会千倍百倍的补偿你，绝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委屈。不！你还想要干什么？这个孩子即使是阮唐绵的，也不一定是将军您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一定有人在我生产之际故意调包了孩子。阮唐绵与我不过一墙之隔，趁我生产昏迷之际调包了孩子，轻而易举。什么？我已经去宁远村问过了，最近未婚产子的只有阮唐绵一个，根本没我。阮唐绵就是一个千人骑万人压的军妓，怀孕生子再正常不过，她肚子里生下来的都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野种，你自然查不出来。刘婉英，你简直无药可救！阮唐绵，你这个毒娼妇，是你故意调包了我的孩子，还谎称自己的孩子死了，将你带跑将军，您明鉴呀，将军！你以为本将还会信你的鬼话吗？来人，属下在。将这冒名顶替的赝品乱棍打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！是。将军，你不能因为看上阮唐绵，就对那个孽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，将军！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夫人不是真夫人，世子不是真世子啊！我也不知道啊。夫人和孩子都是你带回来的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我……难道小世子不是大将军的孩子？不知阮唐绵将我的孩子调包去了何处？将军，你明鉴啊，将军！那宁远村为何无人知晓你怀孕生子？我本就是寻常女子，未婚生子，本就是奇耻大辱。我将阮唐绵做陪幼生女，厚颜无耻，是吗？我娘得知后便要打掉这个孩子，使我以死相逼，才得以保住他。为了这个孩子，我日日住在地窖里，才能避过流言蜚语，妊娠生子。刘婉英，你这编写桥段的本事，不去写话本子，还真是可惜。我亲眼看见阮唐绵和士兵们死活，将军，你不要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呀，将军！我确实见过他出入其他将士的营帐。将军的血统不容混淆啊！将军，谣传四起，人言可畏，以讹传讹。我想请将军与小世子滴血认亲，以正视听。不可，本将不同意。唐绵，你已经为了我和孩子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怎么还能继续滴血认亲呢？
谣言止于智者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已经认定了你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挑拨离间。将军，此时若不提血认亲，将来必定后患无穷。一旦被有心之人利用，那将军日后与小世子的隔阂可就不浅了。将军，我问心无愧，只求一个清白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依你吧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夫人是假的。你受苦了，刘婉莹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事情败露了，想要逃跑吗？来人，将他拿下！将军，我错了，我糊涂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瞒天过海，枉我如此信你！唐明，我错了，不该伤害你，是我该死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放过我，放过你。你让丫鬟嬷嬷几次三番害我之时，可曾想过放过我？老奴该死，老奴知错，求夫人惩戒。奴婢也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呀，之前对夫人多有冒犯，还请夫人宽恕。唐明，我那是太害怕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是，你当然不知道，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这泼天的富贵迷人眼，换作是谁都会迷失自我。是，对，你说的是。但是你却是人性泯灭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是唐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们可是同乡啊，自幼一起长大的邻居，同乡之情，邻居之义。同乡之情，邻居之义。你命人掌掴我之时，可曾想过我们是同乡？你骑马将我游街拖行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我们是邻居？你欺上瞒下，欲将我五马分尸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们是从小到大10几年的情谊？你说，你要我怎么原谅你？拜你所赐，这皮肉烧焦的滋味，我有事。如此毒妇，若不施以重罚，俺肯众怒。是，应该重罚。来人，这几个人抓起来！不能杀我！我救了你们的孩子，你们不能杀我！说什么？那个孩子是我在村口捡到的，若不是我给他喂了水，他早就死了。我是你们孩子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村口？对，要不是你那个好羊把孩子扔到村口，我怎么可能会冒名顶替？造成这一切的都是你的母亲曹桂兰，不是我。我与曹桂兰的恩恩怨怨，我自会找他算个清楚明白，跟你无关。不想再看到你这张脸，给我滚！等等，他不能就这么被拖走。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护着他？将军救我！将军，他让你受尽磨难，多次徘徊于生死之间，就这么拖出去，岂非便宜了他？你的意思是？自然是要五马分尸，挫杨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属下请求当行刑官。好，跟着昏死过去行刑，未免有些不人道。还是醒着行刑更为妥帖。夫人，您觉得呢？那就劳烦何夫将了。我还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！将军，奴婢也是被蒙在鼓里，还请将军网开一面，不要刺死奴婢。将军，求你看在老奴伺候您10几年的份上，饶老奴这一回吧。夫人，老奴知错了，老奴这就自罚。你们几个助纣为虐，但念在你们是受到了刘婉莹的蒙骗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几个
自行出去领100军棍。谢将军不杀之恩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将军责罚。确实该罚。你看你都办成什么事儿，闯出多大娄子！张副将莫要落井下石，若此事交给你去办，也未必找得对人。我自然不会找错人。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刘婉英，我就觉得她不是什么好人。只不过我一时说不出来而已。马后炮。刘婉英与将军的贴身玉佩，又有孩子，换作是谁都会认错。李将军也是无心之失，将军可否从轻发落？既然夫人发话了，我哪有不从的道理？自行领20军棍，此事就此作罢。谢将军，谢夫人。唐敏，今后我会好好补偿你，护你一世。你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将军英明神武，夫人温柔善良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你兵练完了吗？回来干嘛呢？自然，我围着山丘都转了20几圈了。这个不解风情的愣头青。唐敏，唐敏。大夫，夫人她怎么样了？夫人产后未能得到充分养护，这历经坎坷，身体亏损太多，需静心调养，用最好的药。军营中若是没有，就派人出去寻，无论用尽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救好夫人。是，属下这就去跟夫人拿药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让将军费心了。来，先喝点粥，垫一垫。我帮你更衣。啊，不用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们是个夫妻，这有什么的？我身上有很多伤痕，恐怕将军见了会失望。我配不上将军。本将军征战沙场多年，身上的疤痕比你多上数倍，你会嫌弃我吗？怎么会？那这也是我的答案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这军营中最尊贵的女人。今后，夫人的命令就是本将的命令，听明白了没？是。承蒙将军厚爱，只是在这军营中尚可得将军庇佑。可若他日班师回朝，传言出去，说将军夫人是最低贱的浣衣婢，只怕会给将军蒙羞。夫人多虑了，就算是班师回朝，放眼整个天下，我段策的妻子，还无人敢有异议。什么？把东西放好，先退下吧。是。将军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打开看看。
喜！将军，您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朕隐瞒身份，御驾亲征，为的是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我还是镇北大将军，你的夫君。待班师回朝，我便昭告天下，封你为后。唐年不敢妄想皇后之位，只求能与将军白头偕老，我们一家人永不分开。你历尽千辛产子，而遭受磨难，才与我相认。皇后之位，非你莫属。并非是唐年推脱，只是我的身份，怕是日后会让皇上被人诟病指摘。身份固有高低贵贱，但唐年以品行出众，品格高贵。若是在意，万一玉女身份遭人指指点点，大可不必忧虑。朕会处理好一切，让朝中那些迂腐文官悉数闭嘴。并非是这个原因。那是为何？我其实从未告诉过皇上，我并非宁远村之人。哦，那你出身何处？祖籍何处？我祖父名阮吉文，是前朝首辅，亦是罪臣。阮吉文，朕听着名字这么熟悉。20年前，祖父因文字狱一事而被先帝下入大狱，阮家上下皆遭受牵连。祖父为保护阮家一脉，在狱中自裁谢罪，而我与父亲则躲进了宁远村。陛下，唐年虽为罪臣之后，可我相信祖父他是清白的。当年文字狱一事，定是有人在做陷害。你如何确认？父亲曾说，大理寺在阮家找到了意图谋反的诗册，因而惹怒了圣上。可我祖父是武将出身，平生最讨厌舞文弄墨。若他真有意谋反，手握重兵，直接反了便是，何须收藏此等诗册？手握重兵，首辅，莫不是与萧家有关？此事朕心里有数，一定会调查清楚。何林，属下在。即刻命人回京，让大理寺人把20年前阮吉文的案卷调出来，待朕班师回朝，亲自查阅。是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到污蔑，更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罪臣之后。多谢陛下。将军，夫人，小世子方才又哭了。他应该是饿了，我过去看看。我和你一同过去。张副将，我还没抱过小世子呢，让我抱抱。去你的！排队行不行？我在你前头呢，要抱也是我先抱。你又没成过亲，你能抱得好孩子啊？张全，你看你5大3粗的，别再给小世子摔着，给我抱。不行不行，你还没好拳呢，你抱孩子站不稳，你才更容易摔着小世子呢。哼！他怎么突然哭起来了？我觉得要不就是饿了，要不就是尿了。啊？将军，诸位辛苦了，把孩子给我吧。你看，小世子都笑了。自从夫人来了后，这孩子谁都可以抱，看见谁都笑，聪明的很。哦，对，将军，小世子是不是还没起名字呀？对呀，将军，给小世子起个名吧。夫人来取吧。我？你10月怀胎生下他，孩子的名字由你来取，最为合适不过。
我有嘉宾，得因孔昭，就以昭字为名，将军觉得如何？昭，段昭，好，好，我段策的孩子就叫段昭。将军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让将军同意。何事？我自小在聂远村长大，深受村民们的恩惠。如今我今时不同往日，自当回报当年村民们的养育之恩。夫人言之有理。李副将，你速速去备上厚礼，我要同夫人一起去宁远村，封赏宁远村众人。是。哦！启禀将军，敌军突袭我军前线告急。什么？已经攻下我们2处驻扎地了。众人集合，随我出城。是。等我回来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千万小心。夫人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给宁远村各家各户的封赏礼物都在这儿了。辛苦李副官了。下午我先自行去宁远村，你们随后再来。夫人，您只身前去会不会不安全？宁远村是我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，怎么会不安全？夫人，这是我军召集信号的穿云箭，您只身前去，若是有何危机，向天发射，属下会立刻带兵前去。好。谁呀？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不想活了？好姨娘，好久不见啊！阮唐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你不是在军营当军妓，怎么有功夫回来？果然，当初你是故意送我去军营，想让我当军妓。是啊，你这种残花败柳，当军妓不正好吗？我看你当的挺好的呀。我在军营并非是当，我父亲的事情，曹桂兰应该知道什么。若我现在贸然以将军夫人的身份质问她，曹桂兰定然不会说实话。行了，你回来什么事？我父亲当年曾经留下一册书卷，不知现在在何处。什么书卷？那痨病鬼的东西，我认的认，烧的烧，肯定没留着。不可能，那书卷里夹杂着这间房子的地契，你怎么会丢掉？这贱蹄子，难道是特地回来抢房子的？不行，我可不能让他得逞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你烦不烦？赶紧走！我此番回来只是为了书卷，不是为了争别的。桂兰，谁呀？还说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的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我跟老柴什么事都没有。桂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之前不是你跟我说的，你跟我好，这房子我俩一人一半吗？什么？什么？这是我爹的房子，你凭什么给别人？你爹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，骨头埋在地里，怕是都散架了。我还顾及你爹？我呸！眼下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难怪当初这么着急把我送去军营，难怪我回来你如此心虚，原来心里早就有了这个打算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把你们的丑事宣扬出去，让他们都看清你们的真面目。进去！你给我老实点儿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来，不然后果自负！你还敢威胁我？你不过是个伺候氏族的小蹄子，你有什么能耐来威胁我？放开我！你个贱人，居然还敢咬我！
你居然还敢咬我！桂兰，你说怎么处理这丫头？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，当然送她去死啊！那不然呢？让她知道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身败名裂吗？可是这光天化日之下杀人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我们岂不是大祸临头啊？怕什么？我之前同村里人讲，他去外地谋生路，好些时间回不来。今天就算他死在这个院子里，也无人知晓。再说了，她是阮康城唯一的女儿，只要她活着一天，这房子就有了一分。你得为咱们未来想想。你要是敢动我一分，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小娼妇，死到临头还敢咒我！之前把你卖到军营去，是老娘对你的恩赐，现如今可是你亲自送上门找死的，别怪我。老柴还不动手？他死了，那房子就彻底是咱们俩的了。你说的对，快去拿绳子来。别来，你敢往哪？曹婶在家吗？曹婶在家吗？在呢。村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宁远村有桩大事儿，这将军夫人要回村省亲，并且还要封赏我们宁远村是吗？听说还给我们每家每户都准备了厚礼，所以我这特地来叫你去村口集合等赏赐呢。哎，好好，我收拾下就去啊。别给我使劲！什么声音啊？里面有人呐？没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肯定是附近的野猫。等一下，我去打死它。给我回来！你想往哪儿跑？村长，救我！唐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村长，曹桂兰勾结他的奸夫，想要害死我，好独占我爹的房子。什么？哎呀，家门不幸呀！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件事我们不想人人都知道，只是，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像我曹桂兰累死累活一辈子，膝下只有唐媛这一个女儿，不求她飞黄腾达，只求她本本分分做个正经人。没成想，她竟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。此话怎讲？先前我以为汤面这丫头是出去做正经营生了，结果她勾引老柴不成，敲诈勒索老柴来着。老柴没了法子，带着阮汤面找上门来。曹桂兰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老柴，你说。阮汤面突然说要嫁给我，村长，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，无儿无女，也没娶上个媳妇，自然也就高兴地答应上来。没想到他竟然想勒索我的钱，简直是信口开河！我也有夫婿，何须勾引你这种人？你哪来的夫婿？军营里伺候士卒伺候来的？什么？伺候士卒？唐敏，你不会是……没错，他就是在军营里当军机。唐敏呀，唐敏，你是从小我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来呀？二位有所不知啊，镇北大将军军营中最忌讳这种军机，他只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赚银子。若是被将军知道了，我们整个宁远村会受到牵连的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那大将军的夫人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若是让他瞧见咱们宁远村出了这么个败类，咱们全村岂不是就要颜面扫地了？村长，村长，趁夫人未到，我们先处死了这个小贱人，将功补过。你觉得该如何处置啊？对付这种不知廉耻的小贱人，就应该当众点天灯。点天灯？什么是点天灯？就是倒点人油啦，将那犯事的人用麻布包裹，再泼上油蜡，头下、脚上拴在挺高的一根木杆上，往脚上点燃，
你这贱皮，毁我宁远村的声誉，可就得这么办。村长，我们10几年的乡里，你只要因为曹贵来的几句话，就要让我点天灯，怎么不服？村长，若你们真的坚信了这对狗男女的话，将我点天灯，恐怕整个宁远村都会因为你而死无葬身之地。若是让将军夫人看到了，没了赏赐，可是得不偿失啊！你吓唬谁呢？就照你说的办吧。村长，你自己不知廉耻，就别怪我无情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没有必要给你们留情面。他这是干什么？是大凶事罢了，难道还能搬来救兵不成？就是，他去军营里是当最下等的军妓的，又不是当将军夫人，能有什么能？曹贵人，倘若我说我就是将军夫人，你又当如何？阮唐眠，你可真是撒谎不过脑子！将军夫人刘婉英那是在咱们众目睽睽之下被接走的，现在你说你是将军夫人，你要是将军夫人，我就是皇太后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执迷不悟，把阮唐眠拿下，押去村口。是，我真是镇北大将军夫人，你若不信，去军中一问便知。你是将军夫人，那刘婉英又算什么？她可是李副将亲自认定的，她就是冒名顶替的，就连那个孩子也不要对她所处。你是不是想说那孩子是你的？哼，做什么青天白日梦呢？你的孩子我早弄死了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把他押走，一会儿将军夫人马上就到，时间耽搁不得。押走！你们会后悔的。走。是夫人的求救信号，夫人出事了！所有人，随我去宁远村找夫人。将军，夫人出事了。什么？夫人执意要只身前往宁远村，属下担心夫人会出什么意外，便赠予了她穿云箭。刚才看到穿云箭的信号，想来定是夫人出事了。小马，去宁远村。是。那不是阮家的阮唐远吗？他怎么了？哎，说起来，怪我这母亲教导无方，竟教出一个去当军妓的女儿啊！军妓啊，他竟然是这样的人啊！真给我们宁远村丢人啊！宁远村清白了几辈子的名声，都要被你给玷污了。先前呐，未婚先孕，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现如今竟还做起这不知廉耻的勾当，简直是天理难容啊！村长，快行吧，等下将军夫人到，若瞧见了，可不好啊！阮唐眠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枉我对你们感恩戴德，你们竟如此狠心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才是真正的将军夫人！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自掘坟墓！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自掘坟墓！说什么？她是将军夫人？她疯了吧？将军夫人不是刘婉英吗？四道临头胡诌的呗，有谁会信她？就是，婉英可是当着全村的面被接走的，她才是真正的将军夫人。你说你是将军夫人，你可是有证据证明？待我夫君赶到，自会证明我的身份。阮唐眠还有夫婿的，他未婚先孕，哪来的夫婿啊？村长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。他一个人人见他的破鞋，哪里有夫婿？就算是有，充其量也是个虾兵蟹将，配他这个下等军妓正好。村长，您别再犹豫了，万一让将军夫人看见这一切，觉得丢了她的面子，回头收了我们的分赏，可不好。就是啊，快行吧，行。这就是我感恩多年的村民，为了区区封赏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要将我点天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诸位乡亲们的意愿，处以阮唐眠极刑，以正视听。好。村长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奉劝你三思而后行。
你们现在收手一切都还来得及，等我夫君赶到，你们连后悔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哼，你以为老夫是被吓大的吗？不敢，我只怕村长受人蒙蔽，有眼无珠，最后酿得凄惨下场。你这小娼妇，如今到了这般地步，居然敢口出恶言辱骂村长，可见这女子有多歹毒！我呸！呸！冥顽不灵！来人，泼油了！今天我们村出了一件丑事，阮家女阮汤棉不知检点，私作军纪，严重侮辱我宁远村门楣，现处以极刑，点天灯，以正我宁远村之清明。好，油蜡一泼，火把一丢，神仙难救。阮汤棉，你死定了！阮汤棉，你的时辰到了，下辈子做个清白之人。谁敢动我夫人？谁敢动我夫人？大将军，大将军怎么会来这儿？婉英不是说是将军夫人吗？对啊。汤棉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大将军夫人用刑，都不想活了吗？什么？大将军夫人？阮汤棉就是我们大将军夫人。不可能！将军夫人不是刘婉英吗？怎么又变成阮汤棉了？刘婉英冒名顶替将军夫人，早已伏诛。哎呀！小的有眼无珠啊，错把将军夫人当成下等军器，还要往将军害本害。将军捧在手心的女人，你们去对她动手打骂，真是罪无可恕。来人，将他们全部羁押，听候发落。来人，将他们全部羁押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汤棉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枉费夫人对你们心心念念，还挨家挨户为你们准备了礼物，一群白眼狼！小的知错了，请夫人网开一面。念在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份上，请你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从小看我长大，你不也放任村民们叫我点天灯吗？若非我夫君及时赶到，我现在就是尸骨一具了。汤棉，我们都是听了曹贵来的，挑拨离间，并不是有意要为难你的呀，汤棉。汤棉，你饶我了，汤棉，我们不是有意的。将军，曹桂兰霸占我爹的房子，与人私通被我发现，还颠倒是非黑白，想要污蔑我，还请将军发落。李乾，将曹桂兰拿下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将曹桂兰拿下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是，带走。汤棉饶命啊！汤棉饶命啊！汤棉饶命！李副将，这些人以下犯上滥用私刑，该如何处置？按照我朝律令，上责50，流放岭南。抓起来，带走。辛苦你处理这些人了。启禀将军，朝中大理寺传来急报。
唐眠，你看，是你听了定会高兴的消息。我阮家一案查清楚了，想来是当初萧远简为了上位，取而代之，才对你们阮家痛下杀手。为了一己私欲，竟害我阮家满门，简直禽兽不如。现如今证据齐全，只需下一人证，便能坐实萧家的罪名。等回宫之后，我定会再派人。将军，监军助我阮家翻案，唐眠感激不已。只是这仇，我得亲自报，才痛。看来你心中已有了对策。我会让这最后一个人证乖乖走到将军面前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回宫了。皇上回来了，圣驾到哪儿了？快到神武门了，快替本宫更衣，本宫要亲自迎接皇上回宫。皇上并非一人回来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身边带了一妙龄女子，都已经安排进芳菲殿了。岂有此理！本宫才不在皇上身边一段日子而已，什么人都敢钻空子勾引皇上。走，随本宫去看。再见，皇帝娘娘。未央宫尚未修缮好，得委屈你在这芳菲殿暂住一段日子。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臣妾在哪儿都不觉得委屈。皇上，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，只要朕能做到，朕一定为你办到。皇上封我为后，按理来说，这管理六宫之权应在臣妾手中。可臣妾对于六宫之事并不了解。我听闻这宫中之事一直由萧贵妃协理，不如就由她暂代这中宫之职。萧家害你阮家满门，朕此次回宫，若是坐实此事，便是要罢除萧揽月贵妃之职。你为何又要赐她如此大的权力？皇上，欲使其亡，必先使其狂。臣妾说过，一定会让这最后一个人证乖乖自投罗网，而萧揽月就是这最后一人。原来如此，好，都依你。来人，拟旨，赐萧贵妃暂代中宫之职。是。朕还要去上朝，回来再陪你。娘娘，奴婢名叫素心，是这芳菲殿的宫女。从今以后由我来伺候您的起居。娘娘舟车劳顿，要不先休息片刻？怕是还休息不了。这芳菲殿马上就要有贵客临人了。娘娘说的是？贵妃驾到！贵妃驾到！你就是皇上从前线带回来？是。
我叫阮放肆！贵妃娘娘面前竟敢自称我不称奴婢！贵妃娘娘，我家主子不是奴婢，而是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放肆！看见贵妃娘娘不知道下跪行礼，还敢出言质问，眼里没规矩就挖了吧！哼，难道说这皇宫里的规矩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用私刑吗？我们贵妃娘娘宠冠后宫，无人敢不从。她便是这后宫的规矩，贵妃娘娘说什么便是什么。她是娘娘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她。娘娘，难不成皇上还要册封你？难不成皇上还要册封你？是，你们如今这样对我，待皇上下朝以后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可笑！你真以为得了皇上一时兴致，封个什么贵人的就能一步登天了？常嬷嬷，教教他规矩。是。咱们后宫呢，以皇后为尊，如皇后未封，则以贵妃为主。后宫的所有妃嫔宫女都由贵妃娘娘生杀予夺，明白了？我不管你是用了什么狐媚手段勾引了皇上，但只要进了这皇宫，那就是本宫说了算，就得按我的规矩办。我还以为这皇宫高墙是什么威严谨慎的地方，没想到你们这种人头狗脑的东西也能作威作福，那我还真是来错了地方。竟敢辱骂本宫！来人呐，给我狠狠地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婢！是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求您放过主子吧。你说什么东西？娘娘跟前也有你擦嘴的份吗？看我撕了你的嘴！不知分寸的奴婢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苏西，天子脚下，你们怎敢如此无法无天？贵妃娘娘来将门之后，萧家嫡女，父亲乃是当朝首辅，手握重兵。在朝堂上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别说处死你一个贱婢了，就算是诛你9族，也没人敢说半个字。首辅，乃是阮家首辅之后的新一任首辅。不错，先帝念本宫父亲检举阮家有功，特意封为首辅。怎么，你有异议呀？那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能是谁？你顶多贱婢一个。我本名阮唐年，前朝首辅阮吉文是我亲祖父。原来当年的漏网之鱼是你呀！罪臣之女也敢出现在京都，你胆子不小。萧王爷，我们阮家沦落至此，全是你们柳家害的！放肆！一派胡言！皇上，贵妃闯入凤飞殿，对皇后娘娘动手了。果然，萧老爷又露出马脚了。再让大理寺卿立刻摆驾芳妃殿。是。怎么，心虚了？你有何证据啊？今天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本宫定要治你一个污蔑之罪。我此番进宫，自然是做足了准备。我早已收集了你们萧家栽赃构陷之罪证，交予了皇上。你便等着皇上的废黜圣旨吧。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！圣旨到！难道是皇上的废黜圣旨到了？圣旨到！萧贵妃接旨。臣妾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贵妃萧氏出身名门，久居深宫，
念中宫无主，特自暂代中宫之职，恐辖六宫亲子。臣妾领旨谢恩。果然，皇上最信任宠爱的人还是我。恭喜贵妃娘娘，您现在在后宫的位置可是后宫第一人呐！恭喜贵妃娘娘，恭喜景阳宫！保不齐再过些日子，贵妃娘娘就要变成皇后娘娘了。常嬷嬷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这可是在揣度圣意呀！奴婢只是说些事实而已，忠言逆耳罢了。阮桃冕，你不是说皇上会废除本宫吗？看来啊，你的话皇上也不很放在心上呀。萧家在前朝根基深厚，贵妃娘娘又得皇上宠爱，怎么会因为你一个贱婢的一面之词就怀疑萧家呢？不错，萧世来是前朝第一世族，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货色，随便说几句就能动摇的。你给本宫看清楚了，你说的话皇上都不会相信，你的一切付出都是徒劳。不可能，皇上一定是误会了，我要亲自去找皇上说清楚。不安分的东西，还想着第二次出去给皇上告状。我告诉你，休想！娘娘，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照我看，不如在这直截了结了他，省得他再兴风作浪。没错，娘娘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。本宫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是阮家唯一的孤女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别急，你说本宫若是此刻杀了你，把你埋到乱葬岗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威胁到我萧家了。死无对证。萧揽月，你承认了是吧？当年阮家一案就是你们萧家干的。是啊，阮家文字狱一事就是我父亲的手笔，谁让你那个老不死的祖父处处压我父亲一头，害得我父亲有无出头之日。我祖父对萧元简有知遇之恩，你们才能如此恩将仇报。什么恩将仇报，官场斗争，一切如此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倒是很欣赏我父亲这种当断则断，干净利索的了结了阮家。你别这么瞧着本宫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那本诗集就是本宫母亲亲自抄录的。那个呀，就是送你们阮家下地狱的催命符。毒妇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本宫就要送你去和你的家人团聚。你敢？本宫有什么不敢的？本宫现在统领六宫，位通皇后，处死你一个无名无分的贱婢，易如反掌。是吗？臣妾参见皇上。你没事吧？皇上来得及时，臣妾自然无事。辛苦你了。萧揽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朕的皇后动手！皇后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臣妾不知她的身份，她冲撞臣妾，还诋毁臣妾的母家，臣妾也是一时气急了，才命人动了手，请皇上明鉴呀。若是皇上没听到方才的话，想来也就不会怪罪于我了。不知皇上是何时来的芳菲殿？
在你将萧家罪证一一陈述之时，萧揽月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知错，臣妾只是一时失言，请皇上宽宥。一时失言，是，臣妾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都是他引导臣妾说了这些话，你万万不能相信他呀！臣妾的母家在前朝为皇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不会做这种欺君罔上之事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吗？启禀皇上，关于阮家旧案的疑点，微臣已搜集完毕。萧元简曾为阮吉文的学生，常怀才不遇，记恨阮家，得先帝青睐，未能取而代之，而将谋反失策藏于阮家书房，栽赃陷害，亲为口供如上。皇上，这是污蔑！污蔑！臣妾父亲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方才朕听得清清楚楚，难道这也诬陷于言？如今人证物证都在，你再狡舌如簧，也抵赖不得。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不错。阮唐年，你好狠毒的心思呀！是你设计了这个圈套，让本宫钻。若小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若你萧家真的清白无辜，我设计千万个圈套，你们也钻不进去。李将军，限购重臣，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按照我朝律令，获连9族，秋后问斩。善恶得报终有时，这是你们萧家欠我。皇上，臣妾为您打理后宫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看在臣妾的份上，求你宽恕臣妾的母家，臣妾甘愿受罚。太迟了。你们萧家在前朝祸乱朝纲多年，外头早已无以废他，朕怎能轻易饶得了你？是非对错，大理寺自会定。来人，将萧贵妃以及萧家众人押入大理寺，听候发落。是。皇上不能这么对臣妾，皇上，臣妾陪了你6年，你怎能如此不顾旧情啊！皇上，祖父、父亲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。